只要有相爱，我可以去任何地方。成都人真的蛮可爱的。3天2夜成都行，这次我直接锁定武侯区。影片最后会揭晓哪个饭店，下楼走路5分钟，直接撞进在地人的玉林早市。那一整排冒着烟火气的美食，从重口味的清蒸肺片到清爽解腻的甜酒酿，我帮你把必吃的清单以及预算通通算好了。有趣的是，途中我们还遇到一位求包养的心理哲学家，这奇遇晚点聊。最后跟着我们的脚步钻进玉林商圈，去感受成都人那种放松到骨子里的日常。这一系列的成都行程一共有4集，记得看到最后哦。首先，我们先去早市祭我们的五脏庙。影片中会跟你说哪些美食不能错过，但有一些就看看吧。哦，好。它糯米饭做到跟台湾的感觉不太一样，折耳根跟调料还有它的辣椒、辣酱，我觉得做得蛮到位的，吃起来还蛮搭的。不像油饭那么的重咸口味，吃起来相对清爽，也没有那么的黏腻。我好奇是刚才吃它的辣椒酱，我一直以为会很辣，因为它表面上是带了鲜红色的那种色泽，但没想到吃起来是麻而香。刚刚好，我觉得这个调味非常的 perfect。我吃一个糯米饭配它的糖好了，还蛮特别的，这是台南人的吃法，这样有糖在里面。姐，那个辣酱好吃耶，不会辣，还可以。是不辣的，是你们贵州的特产对不对？是的。你自己调的吗？自己做的呀，我就是只加了一点点轻微的味精，其他的都没有。哦。就是自然把辣椒做出来的。谢谢你们来照顾我的小生意哈。好，谢谢姐姐哦，拜拜，好吃，拜拜。什么是剪刀土豆？剪刀土豆就是他把炸洋芋用剪刀的方式把它剪碎之后，加自己的佐料。然后刚刚点了一份是8块钱人民币，加上2块钱的美好火腿肠，没有忌口，不要辣就好。不要辣。对对，不要辣。哦，它会拌在一起，是不是像咸酥鸡的吃法啊？对，但是是四川的调料，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那个辣椒粉、白糖，然后碎花生。它的土豆炸的有一点点脆焦的，所以它外皮是焦脆，内馅是软的。非常喜欢它的调色，为什么？它因为放了很多青葱，加上火腿肠的红色，它其实搭配起来那个调色是非常的完美的。好喜欢它那个碎花生搭配在一起的感觉，软硬适中。但我最喜欢的是有一点点花椒的香气，因为我们是选不辣，在不辣的味道之中还保有花椒的香气，好好吃哦。这是迪士尼官方的小吃吗？答案不是。没有，我刚才想说米老鼠是什么可怕的食物吗？这边有手撕兔，你想说会不会有手撕老鼠？是不是？对啊。放心，米老鼠这道料理啊，是南瓜丝加上面粉加上他们调料炸出来的。但是它跟米老鼠这名字有什么关系？姐姐，可以请问一下，米老鼠为什么叫米老鼠啊？啊，你也不知道？好，谢谢。我刚是认真想问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照着做就对了。那我取一个唐老鸭，成都人真的蛮可爱的。南瓜本身就很好吃的，加上原本会以为炸的炸物油腻，但是吃起来是干爽的哦，像饼干一样的口感。南瓜品质不好的话，炸出来会吃不到清甜，这道很棒。它有香辣小兔腿以及五香小兔腿。我兔腿哦。这个对轩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心理挑战，因为兔子在他的心中的形象来讲是非常可爱的小动物，但是来到四川，它变成是一道料理。心中想一下，小兔腿。不要！不要啊！味道如何？肉质出乎意料的紧实，比鸡腿肉还要紧实，有点出乎意料。它的味道其实有点像鸡腿加鸭肉的香味。小兔腿好像有一点点贵哦，不便宜。源自于一个古老传说，建兴4年，诸葛亮北伐，当时啊，士兵射杀了一只兔子，军中的御用厨师就把这个兔子拿来烤，用果木、树皮加上一些调味去烤这个兔子，士兵觉得这个兔子好香哦，所有士兵就蜂拥而至，把那个兔子撕开了，才有手撕兔的由来。
后来诸葛亮也觉得这个兔子真的非常好吃，所以就有一个成语叫做巴蜀神仙乐而食之，意思就是说，连巴蜀这边的神仙神明都觉得这个手撕兔好好吃，然后一直吃一直吃。此后，这个御用的厨师回到他的乡村之后，就把这个技艺流传到现在。诸葛亮认证的小兔腿。这条街很特别，是它旁边是店面，但是旁边有很多的树，所以形成一条很绿意盎然的一条早市。良心水饺人超多的，不过我说真的哦，我来旅游已经吃了好几次水饺，台湾水饺是真的很厉害。真的，台湾水饺真的是目前还是第一名。对，但是你有想试试看这间良心水饺吗？会想试，不过我还是希望是粉丝留言给我们，有哪一周的水饺是比较好吃的。我刚刚有说我们不要辣，不过他说最低只能少辣。清蒸肺片顾名思义就是用清蒸式的做法，把卤牛肉、肺片或是兔子，把它用红油加上它的调味料拌匀在一起。它算是一个凉菜，蛮适合回去啊，大家下酒然后吃一下这个肺片。这间店人真的很多哎，听说它的价格好像涨了蛮多的。如果有来玉林早市，可以来试试看他们在地人猛排的清蒸肺片。接下来另外一间，我们又发现到非常多在地人排队啊。玫瑰花卷一个2块钱。是这个好吃，我没想到它撕开之后，一条条的，好像面条哦，都要分裂了。哇，我没想到玫瑰花的香气可以跟包子结合在一起，好吃哎！你看外表，它的玫瑰酱料没有很多，但是你每吃一口，玫瑰的香气都会在你嘴巴里面散开，再配着花卷吃，口中都是花卷跟玫瑰的香气，其实是搭的哦。我从大理来到这边，我就是在找奶白酒，然后在成都的玉林早市终于让我遇到奶白酒了，就是找了非常非常久。1号豆花醪糟，常温的、热的、加冰的。冰的，小料都可以放。好，稍等我一下。醪糟有3个口味，原味、桂花、玫瑰，选一个。桂花，第一次看到那种很漂浮的东西在上面，它的馅料超多的，我觉得很像在吃豆花的感觉。大杂烩耶。甜酒酿啊，它又被誉为是液体蛋糕，里面有非常多的营养素，例如像是有碳水化合物、镁、锌、氨基酸。古时候啊，他就把甜酒酿当成是一个食补，那加上它的口味是接近酸。甜层次丰富来讲是非常的多元，豆花的口感本身就跟甜酒酿很类似，所以2个混在一起吃起来是融合的。那再加上很多的调配料啊，芝麻、花生，就很像你喝珍珠奶茶，再配野果，再配小珍珠是一样的道理。酸的味道算是蛮重、蛮明显。那酒的辣比较淡。这间店很不错，因为你可以去旁边的市场收集完各种美食之后，买一杯饮料，坐在这边的小桌子上吃完之后，再去 City Walk。玉林除了早市之外啊，它旁边还有一区文创区，所以我们接下来下一站就是带大家逛一下玉林街这边有哪一些市集是在1天之内可以 City Walk 走完的一个路线。早上在玉林早市吃饱喝足之后，下午啊，我们可以去这些街区逛逛。这3个街区是我跟薛仁蛮推荐的，试着钻进玉林的小巷弄，随意晃晃。点杯咖啡，坐在路边看行人走过，那种放松到骨子里的自然感，才是这座城市最迷人的日常。你会发现啊，成都在地人的快乐，其实就在这股不紧不慢的烟火气里面。我们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台湾都是喝啤酒，保留有四川的传统，就是喝盖碗茶，吃瓜子配花生，下棋，很特别。它是竹子的椅子，现代跟文创的一个交融的结合，很酷。它那个是3星堆的，哦，好有趣哦。哦，好可爱哦。
走着走着，我们在这个文创街区看到一个承继爷爷婆婆蛋烘糕。哇塞！我发现到排非常多的人，上面有写着30年的老店。蛋烘糕啊，也是成都有名的小吃。我跟学人没有品尝过，就来试一下咯。5块钱人民币折合台币大概20多块，其实这个蛋烘糕价格不便宜哦。大家可以看到，外面这一层是比较偏薄，那中间再厚一点，外薄内厚。中间有没有看很像铜锣烧的厚度？外圈是可丽饼的薄脆。其实味道一般般，是可以想象得到。那为什么会这么大排长龙呢？这间看起来是历史非常的悠久，就像你家旁边从小吃到大的鸡蛋糕一样。这个老爷爷还在这边做鸡蛋糕，所以自然而然就变成大家记忆中家的味道，就吸引很多观光客来这边尝鲜。在成都的小巷子，你会看到很多奇人异事。结果路上遇到一位奇人，地上写着求包养。更夸张的是，我们一开问，后面直接聚了20几个人围观。我希望你们可以自由去对话。反正我在事业和爱情和自我上面有很多的经历，我也想把我的经历去分享给别人，就是能够给到他一些力量或者是一些方法或干嘛。当你为我停下脚步的时候，我们已经产生交流了，而且你的脑袋里面所接受到的东西，它也会产生一些认知、一些思考。我很好奇，你人生追求的意义是什么？哇，太多无限的意义太多了。好，那你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任何事情都很重要，艺术的诞生或者是你的诞生，你的出生，我就说你的出生吧，是需要经历很多的条件。那你现在写那么多字，哪一句话觉得最重要？比如说爱与自由，哇，哪句话或者是说上门女婿。其实我刚刚第一眼看到是这个上门女婿，对，就是与我重要的东西都很重，它对我都很重要。比如说这句话是我的代表作，这句话就是存在既是哲学也是艺术，无边界的万物啊，这是我的代表作。好奇的是，那可包养那3个字不重要吗？就有的人他很需要能量，或者是很需要，因为我是一个能量体。是如果他就是每个人看到我，他知道他需不需要我，提供情绪价值吗？对，情绪价值。对，我想把我的真挚、勇敢和自由去传递给那个包养我的人。如果台湾人要包养你，要怎么跟你联系呢？很简单，就是这个电话，就我的微信。只要我相爱，我可以去任何地方。我很好奇，遇到什么样的人问你什么样的话，是让你可以触动你内心的？我摆摊，我救过几个人的命，因为我跟他聊了几个小时。然后他回去，他有去反思我跟他聊的内容，因为他当天他是准备自杀的，他后来跟我讲，他是我第一次见到过从来没有光的人。来成都还是学到一些不一样的文化，就是能跟你做文化交流很开心，看到台湾没有的东西，希望你还可以去开导更多的人。对，这个世界需要光跟爱。聊着聊着，无意间连旁边的路人都来搭上话。是从台湾哪里来？我们从台湾台北。哇，台北好出名啊！和你们聊两句吗？可以啊，没问题啊。你们到大陆来，你们看到的这个真实的大陆和你们台湾的那种网络宣传的那个大陆是觉得是？因为你一定是有从哪里的资讯得到这样子的想法。因为我谈过一个台湾女朋友，她在嘉义。我们来中国旅游时候，通常对台湾没有了解的，其实不太知道台湾人对于生活的印象是什么样。我们还没有来之前，的确对这边的观念或是印象是媒体给我们的，没有全然接受。我们决定自己来中国旅游一趟，看看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生活。所以你们的感受是其实正面的还是是正面的？我们感受是正面居多，因为我们比较相信用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是怎么样。但我的感觉还是台湾人民都很友善，因为我们从小就看台湾的偶像剧长大，就是那种对那种台湾女生身上就有那种关怀。采访完写着爱自由的哲学家以及友善的路人，想起动漫《地动说》的核心意义，比起舍弃生命，我更害怕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哲学课结束了，我们继续 City Walk 吧。这条街有一种慢半拍的市集感，街道不大也不宽，但里面塞满了很有生命力的创意小店，还有让人想坐下来发呆的露天咖啡椅。这里没有那种大声的叫卖，很商业化的感觉。在成都的午后，转进这条充满设计感的横街，会让人不自觉地慢下来，让心情跟着这些文创小物好好的散步一下。华方街区这边有一点点像是文创市集，上面有很多银杏。社区的旁边竟然有很多摊贩跟很旧的那种露营椅有很多人在这边咖啡购买一些文创小物。
对，手做的饰品啊、耳环等等。没有想到在成都竟然有一个这么糗的地方，真的很特别，因为第一天来成都的印象是大马路、高速公路、高楼建筑，没想到在这个社区隐藏小小的文创街区，在个小小的巷子里面，而且这里非常的安静，这边都是树木，有很多的露营椅，非常的放松。这个好酷哦，隔了铁网在这边卖咖啡。走在街上啊，发现到一个台湾没有的商业模式。下面有自助的手摇饮，很多的品项可以选，扫扫之后就能把饮料拿走了。我最想喝的手打柠檬竟然没了，然后袋子也在旁边自己拿，或是你要加热，旁边有微波炉。真的很便宜，像鲜奶茶或是一些水果奶绿，也都才人民币5块钱而已。吸管、袋子也都在旁边自己拿。学人有一个习惯，看到好吃的，他就会去偷拿试吃的。来先闻一下，来先闻一下好不好吃？哇，很可爱。这边给试吃都很大片哦，很敢给。这边要老实讲，我还没来成都之前，会误以为是一线城市带给你的嘈杂、拥挤、不舒服。我发现大家都是很慢步调，而且我们早上去逛早市的时候，以为会像乡下的菜市场一样很热闹嘈杂，但是没有，店家没有很大声的叫卖声，也没有很大声的音乐，反而早市逛起来很舒服哎。很好是它的商店或者是餐厅前面都会放一些露营椅、露营桌，有点像野餐的 feel， 而且绿植绿化的部分很好，它可以遮阴，所以在那边晒阳光、喝盖碗茶、喝咖啡都是一个很棒的享受。比较缺点的是，没想到成都的空污也蛮严重的，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是11月底，那也有可能是11月底的时候，这边的空气不太好，所以雾霾比较严重一点。我比较 care 的是，这边的人很喜欢遛狗、遛猫、遛宠物，所以地上会有很多什么狗大便。所以我来这边都要特别小心，走在前面会不会有一个黄金地雷？我不知道大家很常看我们影片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喜欢推一个小推车。然后我那天小推车带回去房间的时候，我就想说，怎么闻到一个狗大便的味道？害我在那边把包包拿起来，在那边洗我的轮子。任何东西落地在成都可能就要小心一点点，狗拉了大便至少要把它捡起来，或是不要造成社区上的污染。不过我说实在话，我真的有看到有人会清狗狗的大便，但是地上还是有，所以也许这个文化、这个观念还没有到很普及。我们夫妻逛任何的早市或是夜市有一个习惯，7成靠网友推荐，3成我都会靠眼睛去看。这一间大家可以看，从头到尾人都非常多。我们靠近一看，哇，不得了，特色花卷。重点是，我觉得可以把花卷做成有一点像是精致的咸食了。它的调色，然后它的分量其实都还蛮大。然后我点的这个是麻辣猪肉。咸香够劲，而且可以吃得到它手工面皮的筋度，我觉得这个蛮推的，而且这个好便宜，不太能接受辣的人来讲，这个点微辣的程度是还 OK 的。哇，你知道我刚刚真的要用力扒才扒得开，非常的扎实紧实，我要很用力才可以把它掰开哦，不是松松的那种馒头哦。然后再看一下侧面的内馅，这是巧克力 Oreo 的，馅料也是满的。然后说实话 ，Oreo 的口感。我觉得跟花卷不搭，因为 Oreo 本身是干的，花卷也是干的，没有吃到馅料的感觉，就是吃馒头的劲道。是以味道来说 ，Oreo 的没有很适合，再加上我个人认为，我喜欢吃松软一点的花卷，口感上会比较好。这个太扎实了，有点像接近老面馒头的口感，失去了花卷松软的
感觉。很多摊贩人流量非常的大，生意非常好。可是我发现到这边的摊贩都很有耐心跟你好好讲，这是多少钱，这是卖什么，我们特色产品是什么。而且我刚才有表明说我们不太能吃辣，他有很有耐心的推荐一个比较不辣的椒盐，有点违背了一线城市或是很热闹的摊商给我那种不耐烦的感觉，这边遇不太到。我觉得我好喜欢成都人给我的一个反差感。你在一个这么先进的都市，但是摊商都很有热情。总结一下，这次在早市吃吃喝喝的费用，大家觉得划算吗？打勾的部分呢，是我跟薛仁一致认为非常好吃的，不能错过。打勾不错的小吃，大部分都在玉林早市，摊贩之间也比较集中。影片中吃过的点，我都标记在地图上了。好的，接下来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开箱房间吧。会选这间蓝城悦龙，主要它在成都市中心，地理位置还不错，不管要前往像是春熙路或是武侯市都很方便，甚至我也可以步行到附近的景点。因为成都上下班的时间很塞车，有时打滴滴不一定有效率，地铁3号与8号线也步行就能到了。这个饭店虽然在大马路上，但是它中间有一个中庭，闹中取静，睡觉的时候隔音其实也还不错，不会听到外面的马路的嘈杂声。走廊啊蛮有趣的，有一些三国的历史跟人物刻印在墙壁上面。房间装潢走简约风，灯光控制系统完善。这次入住最满意的就是室内完全没有烟味，浴室干湿分离做得不错，备品、吹风机与化妆镜一应俱全。特别推崇热水非常的稳定，而且温度充足，完全不会有忽冷忽热的问题。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隔音与门锁的设计，关门的声响比较明显，容易听到隔壁房进出的声音。3点到8点还有小吃的时间，每个人可以选2样，在2楼的餐厅。耶，来吃小吃啦！这边也是早上早餐的地方。下午茶我跟薛仁来吃了好几次，觉得品质还不错。有时候去玉林商圈买一些东西，回来的时候搭配着下午茶一起吃，也蛮享受的。早餐的部分呢是自费的，一个人要加价220台币。接下来就让大家看一下菜色咯。成都行还没完哦，下一集我带你看成都最有戏的老城散步路线，还会遇到相亲角以及宽窄巷子。喜欢这支影片就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是创世小夫妻，下集见。